撤！别挡路，都别挡路！最近灾民很多，我记得前些日子官报还说是丰收。爷，丰收顶个屁用！地里就算长出金子，也不够交税的。也是，前征10年头税，后征10年田税，这钱都收到10年后。进城了，文爷。撤！哪儿来的醉鬼，也敢挡道？那是谁家的马车？竟敢在龙桥如此放肆！那是旧皇子府的温侯，龙桥的千岁。温侯，王府到了。深夜召见，5年来这是头一遭。小的拜见殿下。爱卿拜入本王府中，应该有5年了吧？若不是陛下，属下恐怕早已饿死在路边了，尸骨无存了。爱卿可听闻最近城中的奇闻异事？回陛下，略有耳闻。龙桥下有龙影流过，朱雀路一夜之间长出10丈神树，便经有人夜遇白鹿。百姓都说此乃祥瑞，预示我大前有万年国度。这是当年你的传家玉佩，如今也是殿下的了。本王若想把东西还给你呢，那属下便需要归还殿下恩情了。但是去年属下就花销了3000两银子，5年下来恐怕已逾1万两，属下便是掏心掏肺也还不上。哈哈哈！你倒是潇洒，1年花3000两，本王若不拨银，1年的花销恐怕还没你一半。这天下确实有修仙长生，本王已经和一位仙人取得联系，那位仙人本该寻你。属下一介凡人，何德何能？你祖上应是有仙缘之人，而那位仙人本应该是找你的。如今你已经把玉佩卖与我，3日后你与我一起来迎接仙人。去吧，库房领1000两银子。是。这些异象都是灵气复苏导致的吗？来人，备车回府。3日后去看看赵峰口中的那位仙人吧。快看天上！快看，那是什么？仙子，还请这边请。你这玉佩夺人的机缘，可不是善缘。3年前，贵宗长辈已将改命之事交由晚辈。3000年前定下的因果，你们3年便可更改吗？晚辈并非巧取豪夺，是那顾家后人沦为乞丐，仙家长辈才把机缘给我，我也给了他一世荣华。荣华富贵能比得上成仙契机？叫顾家后人来，我要当面确认。3000年前，顾家先祖与我三清宗有过因果，若顾家后人争气，就将其引入仙途；反之，则给予荣华富贵一生。你可听明白了？我已与他说过，他自愿让给我，道君皇帝陛下可作证。情况可否属实？皇子陛下所说都是真的。你机缘被夺，若是不吃，恐怕活不过30岁。吞下这颗护命灵丹，可让你长命100岁，算是对你的补偿。敢问仙师，没有仙缘，我还能否修行？自然可以，仙缘乃天命，人还有本命。我派开山祖师便是逆天之人，无需天命也可成仙。哈哈哈哈！天底下又有几个开山祖师？吃下它，本王给你世袭爵位。
要是能站着我，谁他妈要愿意跪着？万载天岁一两，万载帝江一两。仙道之基，羽化之始，命格是什么？帝江又是什么？但天岁应当是那位仙子给的灵丹，一颗是10载。命格觉醒了，命格红尘仙。去他喵的！荣华富贵，老子要成仙！再有钱，也不过是赵家养的一个下人。那颗灵丹给了我10年的天岁，可要成仙，还需要1000颗。仙子，请看，前面便是顾家府邸，每年花销万两不止。赵家给你的富贵如何？仙子厚爱，小的诚惶诚恐，富不可言。殿下，您这亲卫，这是赏你的亲卫。赵峰，你踩线了。谢主隆恩。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我甚。一个凡夫俗子，竟能吐出大道真言。握住我的手，我传你一门功法。各位兄弟，今天起就是自家人了，走，我带你们去歌楼接风洗尘。赵峰，你找死！你不仅低估了我，还高估了你手下这群酒囊饭袋。10年的天岁，仅仅是入门就烧掉了9年。御情道基第1重突破了，但天岁也彻底枯竭。小王明日再来请安。赵家那小辈儿给你的。我吃过辟谷丹了，前辈也收了赵家的好处吗？动动嘴皮子就能拿好处，傻子才不要。再说了，找不死药还得靠赵家的势力。你为何把三清宗核心功法传给那小子？该不会看上他了吧？这是三清宗欠他的。迂腐，御情心法是他一个凡人能练的，一辈子都练不会。那我明日再去给他一门普通功法。姑奶奶，你这样上门不是害他吗？他就是一个家奴，那天都恨不得离远远的。那该如何？你晚上翻墙潜入他府里，把功法教给他，确实不会被赵家知晓。成了，应该是这里了。人到底哪里去了？顾爷虽是商贾，却也是个豪爽男儿。这大半天跑下来都不喊累，比不得将军。今后府中的安全，就全仰仗各位了。延年益寿的贡品，就是他了。爷，只怕不好找。合法的找不到，就找非法的，去黑市。我的亲娘啊！就这几颗药果，竟敢收我100两银子！好，天髓增加了，修行并非遥不可及。再去找那个人，先给我来5000两的药果。公子，您的药熬好了。那人买这么多药果干什么？老奴不知，一口气要了100颗，抬价到18两一颗，也照卖不误。恐怕又是一名入室者。用这么多药果铸道，资质显然不佳，不及我半分。公子，您练成了？多则3月，少则1月，如今已是半步铸道。贺喜公子！爷，那老独臂太黑了，坐地起价。钱不是问题，能买到就好。天髓，
给我破！玉清道基第二重。这残缺的身体竟然补全了，这钱花得值。怎么就是找不到他？玉华仙子，本王是来找你谈正事的。关于水脉，我已将顾管事到府上等候了。为何叫他来？他是府上水房大管事，最了解京城水脉。仙子若不喜，我可以马上换人。不用了。完了，筑到2重的修为不能暴露。玉华玉清心法体内气息全部压制封锁。拜见九殿下，玉华仙子。听说你最近都泡在歌楼，顾管事该收收心了。殿下教训的是小的知错。修身养命，元阳不失。世家公子们早已等候多时，殿下与仙子不如先入座再说。玉华仙子，我只需要知道水脉一事。城中有几口井，水可有不同？你如实回答。共计1600口，大部分是苦水井，清水井200口，而王公贵族最爱的甜水井只有不到80门。带我去看甜水井，要城中最好的。小的已经让人把最好的井水送来王府，今早刚刚打捞上来的。超过1个时辰的井水，灵气易散，看不出端倪。1个时辰内的也有，小的特意让伙计半个时辰送一趟。你办事有功，赏500两。去吧，以后别自称小的，你即将是大前侯爵。谢殿下，谢仙子隆恩。这甜水井对我用处不大。这口井在哪儿？龙桥水坊的龙泉井。你好生看管，任何异常都要与我汇报。遵命。你先下去。帝江，天水增物井，帝江观仙园，我终于找到了第2条路。牵引灵气，玉清道基，他一个被夺仙缘的废人，怎么可能？糟了！倪秋静。谁？到底是谁？赵峰没有半点修为，这京城里能有如此变动的，只有他，玉华仙子。在这吃人的世道混久了，我一个满手血污的恶人，
居然期盼着神明来救赎我。为何要跑？我能吃了你不成？拜见玉华仙子。拜见。你刚才逃跑的样子，可不像是拜见。顾某从商多年，遇刺无数，若不警惕一些，恐怕早化作枯骨。不知仙子夜访寒舍，所谓何事？我来传你一门更简单的炼气之法，借此筑基，哪怕修行停滞，甚至也能让你延寿几十载。握住我的手，只需片刻。多谢仙子厚爱，但顾某恐怕用不上这简单的炼气之法。哦，这么说，你已练成玉清心法？只学到一些皮毛。你领悟到何种地步？顾某不通修行，只感觉丹田处有一股气，而且我能驱使这股气游走周身经脉，还请仙子解答。入门？不知顾某资质如何？玉清道法千年未有一人练成，你是唯一一个。不知你可以借此进入三清宗，我可以举荐你入门，便是长老，但这不是强制性的。三清宗不抗拒外人习得道法。顾某会慎重考虑，只是在此之前，还请仙子为我保密。我与赵家之间，并非君臣。如此，我便不打扰。仙子来去匆匆，小的招待不周。你若真心想招待我，便不会处处戒备。修行如逆水行舟，不可能事事完美。顾廷琛，你可知玉清心法来头？它是世间36成仙法之一，当世最上层，天下第一等。你是当世唯一炼成者，还自称小的？莫要玷污玉清心法。出身寒微不是耻辱，能屈能伸方为丈夫。一句小的，是我讨生活的必需品。玉华仙子，4天时间。玉清心法铸道篇第1重，应算天下极等。你别向任何人展露玉清道基，特别是我身边的毛驴与赵家，不然你必死无疑。你的天资算得上当世顶尖，若是不计前嫌，我可以联系师尊，让玉清派来人接应你，躲藏起来。哼，顾某无意躲藏。我记得仙子说过，三清道宗不抗拒外人学习三清道法。你是想让我教你更多三清道法，而不入本宗？算了，可以。我不仅会教你三清宗允许外传的功法，不外传的功法，我也可以教你。你练成这第1重，究竟花了多少天？4天。当年上清派道子入门，枯坐1个月才领悟上清道基，已经让3派真君打得头破血流。你如今4天铸道，若是传出去，别说是三清，就是其他道宗也得来抢人。而你与三清道宗的因果，足以让真君们忤逆天数，拼死将你抹杀。其实老子已经快第3重了。你且放心，我不会告知门内。仙子知遇之恩，往后若需要顾某，必定赴汤蹈火。你与三清道宗的因果，可否用这份恩情还清？冤有头债有主，赵家欺我，我只要那皇帝老儿与赵峰的人头，这无需仙子以恩抵仇，知遇之恩，永世难忘。如此甚好。
我没钱赔你。不用赔。我可以用丹药赔你，这是护心丹，只要有一口气都能续上。当然啦，仙子这等人物肯定不会让小的。让顾某吃亏的，也只有传说中的仙人。寒舍难以常备热水，还请仙子见谅。斯是陋室，惟吾德馨。三清道法以千万计数，我不可能一一讲解，只教你玉清派功法如何？自然可以，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。玄门修行，心法为基，成仙法虽强，但修行极难极缓。难怪不开挂练不了。成仙法与寻常心法相比如何？炼气是灌水，铸道是造海。仅论斗法，越劫杀敌轻而易举，甚至能越2个大境界杀敌。玉清道基9重之上，可是成仙。9重之上为法相，铸道者的起步，便是他们的终点。你莫要好高骛远，能有6重道基，便有资格冲击真君。你资质好，或许能冲击9重。再过1个月就第3重了。其二为外功，护道之法。我这里有一门玉清剑诀和一门玄冥枪，前者乃3清10大剑法之一，后者只是练气气功法。你要哪个？我选玄冥枪。为什么？玉华仙子，当年您师尊也是这么问你的吗？我当初选了最好的，结果第1轮就被淘汰了，因为我天赋不够，无法在1个月内领悟玉清剑诀。受教了，尊师必然是一位得道高人。你很有定力，师尊应当会很喜欢你。我2门功法都传给你，你先学会玄冥枪、玉清剑法，往后再考虑。现在还有时间，我先教你玄冥枪。可我这里啥都没有啊。无事，气走经脉，运功通玄。注意看我的动作。成仙地机缘众多，你先好生修行，等待天机明朗。最后，我要说的是，赵家有一位真君在汴京。真君？入门只花了1载天髓，比心法差远了。既然如此，那就炼制大成。天髓，给我炼！天髓枯竭。第1式，双滑。一把破剑法，也要跟成仙心法抢食。
剑出双华，百里复霜，这剑气弯的跟尿分叉一样，退钱！原来还要自己养剑、磨剑、折剑，命格只是让我能看懂，不是直接灌顶。行，我自己练。钱财地位皆可抛，唯有修行方为真。工钱给半，口粮管饱，这生意怎么看都赚翻了。有王府做靠山，赚钱买药简直不要太简单。爷，出大问题了，三四收不上来了。为什么？打仗了，泽州郡正在被胡骑劫掠。3000骑横行500里，官道都没人敢走了。苛捐杂税，全给他们养了将军肚。爷，各大粮商请您去做个公证。我知道您不喜欢，可这次他们给3000两。不去。爷，3000两啊！您在把你的家眷，今天之内全部接到我府上。朝廷欲出兵征讨，汴京之民责无旁贷。今年的合麦钱、丁税、超关税等，统统添一成。哼，过去20年斗税，无论大户小民，也要追缴补齐。拿钱吧，顾老板。1000两，官爷收好。上一年已经把今年的税征了，狗日的赵家存款只剩5500两了，我忍。乱世将至，末代王朝的灭亡只在一瞬间，我绝不能溺死在这场洪流中。玄冥枪内劲成，玄劲成。第4重，玄罡外附。哎呦喂！爷，您这一身腱子肉怎么练的？这才几天呀！药果怎么样了？有货，但涨价了。多少？40两一颗。哼，这些衙市商人真把自己当老虎了。他不想做了，那就退休歇息。爷，咱们去官府办他。衙役可进不了衙市。明日你跟各大歌楼打个招呼，就说最近买卖的人多，联合起来压一压衙市的价，我们从中收一点中介费。这世道，穷凶极恶的衙市商人，也不过是今晚被抬上餐桌的一道菜。爷，龙桥那边说要下5成才收。你说什么？到底怎么回事？不知那些歌楼好像说好了一样，全部降价5成。
去打听一下，到底是谁在主导。查到了，前几日龙桥的温侯在江月楼宴请各大青楼掌柜。温侯，找人打听一下，这个温侯有没有家属亲人？主子，什么事？奴想灭一人。谁？顾廷琛，一个龙桥的商贾，他断了我的财路。但他还有一个身份，他是赵家九子的家臣。莫要多生事端。爷，雅氏那些老鼠在到处打听您的消息。你的家眷都安置好了吗？已经全部带入府中。在龙桥，最高端的商战，往往就是直接动刀子，不用管那些阴沟里的老鼠。要果的渠道找到了吗？找到了3个，但都吃不下万两的货。不过，我打听到风月楼的龙虎丹就是用药果炼制的，1万两没问题，只是无法完全隐藏您的身份。买一些回来。汴京太平不了多久了，必须竭尽所能榨取利益。温爷，小的有一事是相报。昨夜，小的看到龙泉井里有一条黄龙。闭紧你的嘴！夏桐，魏爷，有什么东西在拽水桶？砍死这个畜生！有妖孽，快逃啊！帝江在翻涌，他在兴奋。刀拿不稳，命就保不住。我将来必然封侯，这个功劳与我无用。你们2人在汴京毫无根基，比我更需要。谢谢温爷，谢谢温爷！温爷，我来救你啦！爷，你没事吧？你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还咋享受荣华富贵呀？那些跑掉的亲卫呢？跑了，骑着马说去王府搬救军去了。王府的人，把这条蛇怪拖出来，快！命格震动剧烈，宝贝就在他脑子里。爷，冯大办带着几10个王府亲卫已经到门口了。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给我拖住他们！眼看劈不开，给我硬掰，掰开他的嘴！闭眼水波珠！
温侯钻到殿下的祥瑞里边干什么？糟蹋了祥瑞，你担待得起吗？一个价值连城的玉扳指被蛇怪吞了，我想找回来。这个祥瑞我就带走了，殿下急着要去献给仙家，你那宝贝我若找到了，自然会让人给你送。晚辈有事求见仙子，三清道宗所寻仙缘有眉目了。带我去。今日我去龙泉井，恰好碰到这妖孽作怪，于是我便提刀上马，一番鏖战，终于将他拿下。所以说这妖孽嘛，就得趁早把他给斩了。你做得很好，以后不用再亲自去做了，不要再来邀这种假功。到手的宝贝必须偷回来。你有祭炼之法吗？想学？可以。先说说赵家如何？那家伙简直是蚊子腿上刮盐，无耻到家。圣人临朝，天下静。家家皆静的家境，税都收到20年后，能不付吗？此方天地有天数限制，我还没到隔空传法的地步。握住我的手。今天我杀的那条大蛇到底是什么妖怪？不是蛇，是带鱼，或许还是个龙子。龙子？就这？比猪肉还嫩？不是他弱，而是这片天地能化万物为凡人。在这里，你手里那根烧火棍也能要我的命。外物就是外物，他不认你，就抹去灵性。炼为法宝如何？不过是少2成威力和降低一些上限而已。这灵宝价值几何？价值连城，能买下一座100万人口的大城，能让你拜入任何宗门，让大能收你为徒。但与你的天赋相比，这玩意儿微不足道。再让我试试！这是杀身因果，注定不为你所用。你连贴身玉佩都能放弃，何必纠结于此？以前是性命攸关，玉佩算个屁！现在肚子饱了，就得考虑未来。这天下的好东西都给他赵家拿去了，我拿一件灵宝还不成？
驯服他，如同赤手空拳斗恶狼，一招不慎，万劫不复。仙子可否护我周全？练吧，我替你护法，但只保证不让你死。气定，守神。吃下它，这是你的奖励。满嘴橘子味，这是什么丹药？糖丸，玉清派的传统。天髓异彩，还有吗？现在就你和我。初时幽暗玄又玄，剑意通明，九重天。能收放形体，谓之等于危险。我这一世真是如履薄冰啊！海道尽头天作暗，山登绝顶我为峰。敢问仙子，炼化灵宝，谁为峰？兵家折剑山有练剑榜132人，榜首一日练剑39000把。不知顾某可为榜二否？这才多久，他不仅炼化了，他甚至抹杀了那龙子的所有因果。此间事了，我带你去折剑山，那把仙剑应是你所得。我去了，他们自然要给，尽是些文质恶臭不堪的老东西。这珠子算是彻底被我打服了。后世保命手段总算有了。不行，太慢了，我等不了。爷，这是各大阁楼给您的分红。性价比拉满，这汴京的丹药竟都是灵药。爷，您就这么生吞了，药效起来不卸掉伤身子啊。无事，只要500两一载。你去大量买药，借着房事当掩护。哎，好嘞。性价比拉满，必须把手里的12000全砸进去。小祖宗，你不会真遭了情劫吧？赵家那小子哪里比不上了？
够了！你这次又收了赵家多少好处？赵峰背后那位真君皇帝不能动，可赵峰却可以动。这老东西为了利益真敢下死手。给我备一条船，我要去钱江看看。当年钱江龙王就是为了争夺不死药，才被人斩了龙身，抽了龙筋，那可是真正的灵兽。海上明月共潮生，他喜欢游江吗？赵峰，速速前来，去借那宝船朱雀。去皇宫，本王要借父皇的宝船朱雀。顾大官人，莫不是知晓人间美事在此地？顾某身子骨弱，怕死在这里。这里是大钱，皇宫里的下人都能封王。70两，70两。顾某一介商贾，只爱听丽曲小调。顾公子，你也懂诗词？给我压下去！温侯，最近小心牙事。多谢夫人提醒。顾廷琛，这次他要了大量龙虎丹，我倒要看看那位道门天女到底在找什么仙缘。赵家同意借我们朱雀宝船了。什么条件？也不是什么大事儿，就是赵峰入道后，恰若炼化不了玉佩，你得帮他。要不我去帮你回绝，老夫这点能耐还是有的。多谢前辈，不必更改。仙子今晚所谓何事？我可能要离开汴京，怕你寻来的功法有害，我来教你修行。仙子身体抱恙，不如今日先休息。我先传你诀窍，你学会了，我便休息。尖嘴，给我破！我已练成，仙女，现在可以休息了吧？你这里可有吃食？此物甚妙。修仙者为求长生，杀人夺宝，与我何异？最顶级的商业手段，永远是肉体毁灭，人死账消。这乱世终究是要变天了。少年人想不被棍棒教育，前提就是让你爹知道你真的会打他。好诗，你重新编一个。人生代代无穷已，江月年年望乡似。何处相思明月楼？怎么后面变成了儿女情长的丝绸？格局小了。仙人不懂，这诗起于天地明月，最终还是要落回滚滚红尘。道友，受教了。赵峰，你高高在上的仙子，现在在给我颜幕。你若是遇到修士，立刻逃到我身边来。若是情况紧急，逃不掉呢？那就全力攻击，杀死对方，你就安全了。而我居其榜首，天命榜第一，你不愿？那是顾家的因果，与我顾廷琛无关。这与道宗无关，顾某愿为之赴汤蹈火。你的字好丑，我已是天命榜首，你何时才是天下无双？修行就是烧钱。顾公子，
冯太监呢？回温侯，冯大半死了。温侯，殿下需要您送5万两银子入王府。哎呦，这不是温侯吗？近日在帮九殿下找些补药，有了些眉目。蠢货，死人的秘密才最稳妥。来了，能见殿下天柔，便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值得。怎么才3万两？当真1分没有？顾清可还有什么办法？臣有一计，我记得水房的水夫多有负债，水夫没钱，可他们有房子。殿下，今天逼得水户破产，栾后的水房谁来干事？不如先卖1年，不出几天，我就找人做掉你。就听顾清的，速速去办。龙泉景若再出事，你便自行禀报。殿下，丹药已经炼好了。炼好了，正好送你上路。他住哪儿？爷，你要办了他！我与一个江湖顶级杀手有联系，花点钱就好。胡三元，你的死期到了。通过天髓加持的感官，我仿佛能嗅到宅院深处传来的酒肉气和胡三元那令人作呕的狞笑声。送你们上路。别呼吸，喘气只会死得更快。娘子莫怕，只是来了一位客人。玄冥外罡，给我破！好枪法，不知道有高明。我并未登榜。赢！师承阴阳二龙门，请赐教。这枪法毫无破绽，他是谁？枪意！你现在是第11名，白胜合欢。灵药都是我的。储物灵宝，这里都是一些辅药，道兄可知凝道丹？让开！亏大了，劣质丹药才是贫道的命啊！劣等丹药，白送我都不要。道友，可想要这上品龙虎丹？金银财宝我不缺，没钱怎么让凡人替我们办事啊？一换20在天髓，要发财了。25颗，如何？啊，这个不行，我可以为你打个趁手的兵器。可否如你这般变化大小？赵家九子赵峰，他本有大机缘，身负道门天女信物。可前些日子，那位天女和道君皇帝打起来了，天命榜榜首啊，入凡几个月就压着道君皇帝打。这波横财，我吃定了。
顾廷琛这一颗微小的黑子，正带着9颗上品丹药和万两意外之福，在这盘旗的边缘撕开了一道血淋淋的口子。为了区几百两，值得吗？哈哈哈，图得万人，救人也就是。何方狂徒，干什么吃的？步兵们说等酒醒再去。官府的软弱无能，让我彻底看清了汴京的虚假繁荣。此时赵峰因为这桩命案已经乱了方寸，我是会选择借此机会引荐自己，以红尘的身份进入王府视线，还是继续维持水房老板的身份，在暗中加速掏空王府的底蕴？汴京热闹，我同样能打死他。顾青，本王可用之人就剩你一个了。宁道丹的后续就交给你了，灭你心腹的正是属下呀。属下一介凡夫俗子，实在不懂啊。本王不会亏待你的，待本王平定了叛乱，少不了你的封户和爵位。臣领命。他什么时候进来的？不知合你胃口吗？挺好，要是再来杯茶就更好了。别说，越吃越香。灵玉护地诀如何了？一宠，你也练成了？前几日是多少？我要你为我做一件事，我要你为我写一首诗，就写只羡鸳鸯不羡仙，愿做鸳鸯不羡仙。云想衣裳花想容，春风拂槛露华浓。我无权评价，此诗比之那妖女所得，如云泥之别。千凤楼背后是魔道宗门，这是诗词的嘉奖。血海如斗，我要无穷无尽的丹药。早。顾爷，别告诉我爹，你这小子，以后为顾爷打天下。既然来了，何必躲躲藏藏？大人这是来抄家的？多一门窗枪加5两，上不封顶。不必了，公事公办吧。拿吧，拿的越多，这大秦的命就丢得越快。这还有王法吗？略知于伤，下一步就是天下大乱。千金手，万两笔。文爷，到地方了。温头驾到。温爷是来接替胡三元的。我也走在了修行的路上，且会比所有人走得更远。我想知道你们千凤楼的规矩。那妾身便与温爷讲讲这宁道丹的生财之道。温爷要多少？我全要。温爷吃得下那么多吗？只有5颗，不够，我要更多。不管是赵峰要的，还是我要的。我要上品500两1颗，下品40。顾先生当真是大才。地榜第5，镜中狐仙，
利润虽薄，但求长久。仙子若要杀我，不需问价；若要合作，顾某愿为犬马。每月冒出1000枚，销售额30万两，利润20万两。公子，这是5颗中品丹药，这是你抛出的饵料，我若接了，便是你的猎物，所以我该涨价。药效流失是最大的问题。没错，那些豪强们买的不是优越感，让他们觉得花100两买一枚丹药是身份的象征，价格本身就是购买的理由。往外卖个500两一枚。顾先生，你若能成，这汴京的1半红尘，我都可送你。半成也行，剩下的费用顾某承担。哎呦，这不是玉华姐姐吗？她给的诗好听吗？生意可以做，药可以卖，但她的命你动不得。听闻近日有状元给你献词，风吹仙袂飘飘举，犹似凝霜羽衣物。云想衣裳花想容。这是谁写的？赵大人，这是小的特意为您准备的一点心意。这可是能让你长生的神药，成与不成就全看你表现了。赵大人，您最近是不是经常感到胸腔发烫，还伴有咳嗽？本王的身体还轮不到你一个外人来操心，下去吧，本王累了。既然胸腔发烫，那我就再给你加把火。赵峰的家当已经被我掏干了，太轻了。道友，等那凝道丹从千峰楼运出来，我们就可以动手了。等他带出来，那是给所有人结痂的机会。你怕死，那你就留在外面捡剩下的。我要那1整炉。道友高义，强抢丹药。天髓之火，给我燃！哈哈哈哈哈！玄冥枪法5重，枪意自此更名，名为断代。招是正大光明，我若向善，这天下便再为良善。看我拿下天命榜第5，六指无声。取而代之的没有往日世故，但复是一种极致的长生与皓月。道君皇帝，这才是真正的危险。只能到第2重，但也够用了。江局长，为商之善在于实业救民。南水郡的蚕丝加工后的布匹，不仅是生意，更是我部下的一张笼络底层民心的网。是。今夜之后，汴京将再无温掌柜，只有杀戮战。娘子莫怕，这位是为夫的朋友。是，夫君。这女子我见过，容貌不行，连卖身都难。道友，你也是个大善人。红尘道友懂我，外界皆传我好色成性，妻妾上百，可他们不知我从不打扰良家，我的妻妾多是苦命人，在下只是想给他们一个家。如此说来，道友4处良情，只为救人，我只是好色。孤苦伶仃之女子，视你为唯一，那份爱之深，念之错，是那些高高在上的女书所没有的。在下所求，急于情，不过数百人，你就不怕后院起火，红杏出墙？那便是在下实力不济，至少目前在下从未有过。丹药好了，红尘道友可要小心，这种大宗门的入世人都有护法护道2人，并不是我这种单枪匹马能比的。
他知护道人是谁？红尘道友不知吗？苦修多年不知寒，不知天下谁人是英雄。狐仙的护道人是榜上有名的强者，人榜第21，幽姬杨善玉，走鬼神之道，通晓幽冥，实力不容小觑。道友，如今人榜未定，低位者不一定弱，高位者并非最强，护法皆为大能否？至少也是炼神还虚境强者，玄门大能，受天数限制，百不存一，超出便会折命，但仍比我强上不少。足矣。成仙帝不观境界，只看才高。贫道若才比天高，岂怕他是真君仙神？好，道友且去。真出事了，我有后手带你走。便是你抢不到丹药，今日也要卖你一份人情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这位道友，不知来我千凤楼所谓何事？拿一炉凝道丹，还有，请教人榜第21的你，以及地榜第5的狐仙。我输了，敢问道弟名号？一介红尘散修。原来公卿的命碎如纸糊，修行当真是件美事。好一把杀道之枪，也不知是谁的弟子。小辈，现在离开千凤阁，我饶你一命。强盗通神！护法，你且退下。赵家九子的几枚丹药还不值得你拼命。这位道友如此气势汹汹，只是为了一炉丹药？贫道求财不害命，道友要为赵家九子的丹药拼命。受人所托，自然要尽心尽责。况且道友何德何能，一上门便让我拱手相让？这是幻境。这里空间由我掌控。你莫不是没学过？杂学终究是杂学，兵家战力虽胜，但太讲究一力破万法。过度急于兵道即日并非好事。折剑山如此，你们其他学派也是如此。今日我便给你上一课。阵法者，借天地之力，四两拨千斤。此地坐西为乾卦，此楼红山所见为离卦。金与火，借之射金火乾离大阵，可杀敌，可困人。你若想脱困，便需要用天地去拨倒我这四两，或者你也通晓阵法，关出我这金火乾离大阵的生门。但于阵法一道，你也配与我？这便是地榜第5吗？但我又何必与你在阵法上争夺高低？受教了。难不成他还能当场看破阵法不成？此枪迎招射。法相。死秃驴，你还要看到什么时候？阿弥陀佛，卢施主莫慌。你这阵法幻术不如招脉枪，你输了。地榜第6卢禅。
奇耻大辱，奇耻大辱！我的如来佛祖，这他妈是冰道法相！卢施主，我们还是跑吧。死秃驴，你敢临阵脱逃，我定将你狗头扭下来！帮我抵挡片刻，我还有一法。姑奶奶，人家冰剑法相，我们拿个佛头打，就是打过了，也少不了缺胳膊少腿的，就不要意气之争了。皇宫那个老太监肯定已经注意到了，就等一炷香时间，我加钱10颗上品龙虎丹。地榜第9，金刚不坏，法后不见，还请施主回头是岸。地榜第6、第9，你们一起上吧。狂妄至极！道友虽有冰道法相，但生死相搏，底蕴手段全出，你也不一定能讨得好。我只此一枪，也只有一人，你们便叫上护道护法又何妨？一介布衣，岂敢与仙门天骄争锋？今日我便破了这枷锁，我不仅敢，还要碾碎你们！有法相也就算了，怎么还带临阵突破的？贫道红尘杀你2人者。赵峰的丹药，我拼什么命？还有龙虎丹也一并交出。道兄何必如此雁过拔儒？就给奴家留一些丹药。交出来！道兄，这龙虎丹还没炼成，不如你先回去，来日再给你送去。你看这满城风雨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末将领命。红尘道友，皇宫里的老不死出来了。只要不是道君皇帝亲自出来便无事，只是雁过拔毛，估计是不成了。红尘道友，我们赶紧走，这老东西至少已经反虚，我们暂时斗不过。怎么走？你应当有后手吧？自然有，不然我怎么敢要你一枚明道丸？太傅司，狗皇帝为了炼丹搜刮天下，这小金库里怕是藏着千万计数的民脂民膏和无数灵丹妙药。眼下全边境的禁军都被调去了龙桥，这里必定空虚，这岂不是天赐良机？距离实不存疑，故此有些影响，还请道友见谅。不过道友那一击已有法相雏形，精彩，太精彩了！不知可否询问道友师承何处？散修，无门无派。野生的绝世天骄，我这道运简直逆天了！红尘道友，你我一见如故，在下不求结拜兄弟，但至少交个朋友。将来你若有难，在下一定全力相助。这家伙发什么神经？难道是怕我独吞战利品？何道友不必如此，贫道从不食言。不，我是真心想交道友这个朋友。你若是愿意，我把这凝道丹让给你，也不是不行。宁服寒门，不结圣子，这倒是前世经商时大客户互通有无的套路。如此，便多谢何兄了。红尘兄客气了。何兄，既然是朋友，那是不是该患难与共？自然，朋友不一定要一起享福，但有难的时候一定会拉一把。那我们去抢太傅司。红尘兄，这可是道君皇帝的东西，跟赵峰不是一个概念。
你这是要在太岁爷上动土？去还是不去？在下就舍命陪君子。走。他具备修为，这又是哪个入世者，或者护法护道？不一定是，我觉得只是道君皇帝的某个弟子。不知道有没有听闻，几百年前，道君皇帝带了几十号人进入成仙地，一举扫平各大宗门势力，建立了大钱。他们能在这里活几百年，应当是用秘法自封了几百年。一个大宗门才进来3人，他是怎么让几十号人进来的？他将整个宗门乃至人情都榨干了，不惜拉下脸面坑蒙拐骗，连我家老祖都被借了一块5行精魄。一个顶尖大能找你卖人情，你卖不卖？这不就是顶级大资本撸小戴润成仙帝吗？我要是跑路，是不是也能这么玩？红尘道友还要不要抢？一旦动手，必然被道君皇帝知晓，我们还不一定能杀了他。道君皇帝能瞬息而至吗？他恐怕不会出来，还得守着自己练了10几年的丹炉呢。杀！何人胆敢放肆？弱，太弱了，这就死了？我还想帮忙一击必杀，不暴露行踪呢，这就完事儿了。贫道谋财不害命，你这岁数上有老下有小的，朝廷给你几个钱卖命？安静点儿，给我找来库房账本。我需要与狗皇帝炼丹有关账本。爷，您就饶我一命吧，这是掉脑袋的大罪呀！我现在就可以诛了你。爷，您现在就杀了我吧，还能保我一家老小。爷，我找！一句谋财不害命就敢讨价还价，人善被人欺，马善被人骑，太府司的蛀虫，还真把自己当硬汉了。40斤，一颗药果小番茄大小，40斤至少1300颗以上，也就是25载天髓，道爷发财了。走吧。你懂药理，看看还有哪些灵药。美，太美了。50斤，比账本上还多了10斤。看来是太府司这帮蛀虫多报损耗，偷偷把好果子捣弄出去卖了，正好便宜了我。50斤大约1600颗实力，能抢来了33天髓，真是走运的时候想挡都挡不住。红尘兄，快来帮忙！拿不完，根本拿不完。拿不下了，真恨自己少长了10双手，真恨不得进宫把狗皇帝杀了，坐上那个鸟位。说说吧，多少给朝廷一个解释。那个枪道法相的天骄是谁家的后生？老身也不知是何人，他一入千凤楼便大开杀戒，无冤无仇的，他又怎会找你们麻烦？而且还是一个具备兵道法相的年轻人，连我都差点被打伤了。连前辈也打不过那人，自然打得过。
此人虽具备法相，但其他手段极其粗糙，身法低劣，除了枪法之外一无是处。我若全力出手，他必败无疑。不对，此人比翼夫尽出手，残分破线，生而知敬之的绝世奇才。我刚才与他过那2招，应该不算结仇吧？他自称红尘，不知前辈可认得？我不记得兵家有这么一号人，倒更像魔道中人。哼，不过你们惹了一位具备法相的兄弟，还不知道对方身份吗？你们赵家九子招惹了穷敌，也不知对方身份。这与九殿下有什么关系？他是来抢夺宁道丹的。宁道丹？他抢宁道丹与九殿下有什么关系？千凤楼这是何意？蛊惑九殿下自毁根基，就不怕被踏平吗？我只是拿钱办事，他又不是小屁孩，自己难道不清楚自己干什么吗？如今丹药没了，钱财退还，药材用了不予赔偿。冯前辈还是先去看看赵峰吧，希望他现在没死。这些宗门天骄背后都有老怪物留的后手，大概率杀不了，不能轻举妄动。大人，太傅司被洗劫了。太傅司，我的灵药！好一个声东击西！红尘兄，在下没怎么出力，只拿30%即可，剩下的70%理应归你。这300多颗灵川药果毒性极大，在下用它换你一根人参，算起来还是在下赚了。痛快！何兄是个聪明人，这便宜你占得理所应当。天穗异彩，一株最珍贵的人参才换1载天穗，这些高价灵药数量稀少，恐怕还真比不上一麻袋便宜的药果。人参入腹是暖流，药果却像火药，长久服用药果必损根基。好在我有命格护体，这点药毒微不足道。红尘兄，你这样服用灵药太暴殄天物了。你若是没有认识的丹师，我可以帮你介绍。如此就拜托何兄了。红尘兄如此信得过我，就不怕我直接携药跑路吗？我信得过何兄，定然不会让红尘兄吃亏。何兄，此前你答应我的法器，几时能拿到？估计要几个月。乾隆山庄的传人是驻兵大师，求他的人太多。如果红尘兄没有特别要求，我建议直接买现有的兵器，我就不收中介费了。可以，只要豆腐的时候别烂掉就行。那过1个月后，我们再在龙桥下碰头。告辞。温爷有些酣睡，我已经叫醒，稍后就会出来。唉，温爷，龙桥出事了。出什么事情了？有一个魔头当街杀人，如今已经被皇宫里的仙师击杀。先去看看。见识过太傅司的富裕，离开汴京还能去哪儿搞这么多灵药？别人有宗门长辈铺路，我孤身一人，只能自己趟过这湍急的河流，不知何时能上岸。温爷，王府出事了，九殿下刚刚遭遇刺杀。还有这种好事？温侯，许久不见，甚是想念。顾某也是多日未见将军，改日不知能否赏脸吃个便饭？哈哈哈哈！温侯相邀，怎敢拒绝？
听闻温侯要封侯了，并非顾某封侯，而是皇恩浩荡。在下家中尚有一小妹未嫁，不知温侯有没有兴趣？金家贵女早有耳闻，若有机会，顾某定然上门拜访。不过现在顾某更担心殿下安危，不知将军能否透露些许？这事儿本来就不方便说的，但既然温爷问了，我也只能范醒回答。顾某最近恰好收到了一罐价值500两银子的茶叶，明日送到将军府上。晌午，九殿下书房忽然传出异响，亲卫发现刺客随后搏斗，有人跑去皇宫外呼喊。等我带人赶到时，只剩下一地尸体。九殿下怎么样了？我来时，九殿下浑身是血，但还有呼吸。如今已经送进皇宫太医院，也不知怎么样了。温侯往后出行注意一点。顾某受恩于九殿下，将军若有什么消息，一定要通知顾某，届时顾某定然送上厚礼。好说好说。玉华就住在王府里，他应该知道赵峰死了没有。可惜我没有联系他的手段，一直都是他主动上门。你回来了，看来今日收获颇丰。我路边捡到的。那你道运也是极好，这药果可是难得的炼丹主药，价值连城，其药性刚烈，你服用的时候切莫贪多。赵峰被刺杀了，如今送到了宫里治疗，生死不避。我最近几日都不在王府，也是刚刚才回到汴京，不知此事。把手伸过来，我再传你一门功法。他难道看出我把所有功法都练到顶了？我先帮你疗伤。一些小伤。打坐，入定。伤不及根本，只是气血亏虚，但千里之堤溃于蚁穴。一个合格的修士，应当时时刻刻不让自己处于劣势。我并无疗愈之法。待会儿我会一并传你，以及这并不是理由。你的经脉已经枯竭，说明你并没有停下来恢复过法力，哪怕只是一丝丝。这绝非道基一重该有的样子。这是道基二重。我进入大前时春初，如今春末，他已经第二重了。宗门大师兄修行1年道基二重便轰动天下，他毫无教导，3个月竟已铸到2重，如此才华，此时此刻只有我能看到。你近日修行颇为精进，侥幸。侥幸到什么地步？稍微有所精进。我只是好奇，你面皮是不是贴上去的？你什么时候突破的？侥幸突破。继续说。3日之前，我走在龙桥大街上，遇到一个乞丐打扮的神秘高人指点。有多高？9尺6寸。我在听。他跟我说了一句话。什么话？何谓道？那什么是道？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至道至言，绝不可能是神秘高人所授。他本就不是凡夫俗子，而是比三清道子更无法用常理看待的天才。玉华道友觉得此话如何？可是什么神功妙法？并非神功妙法，如此只会贬低了他。就如此话第一句，道可以言说，但并非大道。道友觉得可以言说的道是什么？无。道法，一切神功妙法，都是对于道的化用。我说的不对吗？道友理解的很对。那高人与我解释了一句：道可道也，非恒道也；名可名也，非恒名也。如此更容易理解。先疗伤。还要脱衣服吗？你的伤口与衣服粘在一起了，若不脱去，伤口愈合后处理起来更麻烦。好吧。道友，要不我自己来吧？男女授受不亲。我不讲凡俗的规矩，你自己弄，要是把杂物留在血肉里怎么办？疗伤一事岂能如此婆婆妈妈？规矩能有命重要？我讲，而且有一些残论在所难免，死不了。既然你坚持，好了。修行炼气，唯有自身才是最重要的，其余都是可以抛弃的外物。尚有一口真气在，便足以成仙问道。
我要离开汴京了，以后你自己一个人一定要注意。道友要走了吗？明日。昨日我沿着水脉已经寻到机缘线索，方位大概就在临川。如今大钱的宝船已经准备好，停靠在汴京外的漕运司。此去路途遥远，吉凶难测，大概是不会回来了。往后成仙地之外，你若不计前嫌，便去三清山。念到你这一次弄得一身是伤，我传你一道保命针法，不至于死在成仙地。不知来日还能否陪你去一趟折剑山。只要念出擎苍二字，他就能隔空救我。这天命榜第一的力量，竟能在成仙地施展通天手段。不过我也是有背景的人了，拼命是囚徒，不是勇敢。玄玉自在功，玄玉外息需入定快速止血，玄玉内息则由内向外缓慢回血，配合玉清道基的生生不息，只要丹药充足，哪怕身陷军阵，也有一线生机。圆满法竟已融入玉清心法之中，道基二重淬炼五脏，圆满法将要在此基础上凝聚五行灵象，这条岔路比原本的道路长了数倍不止。圆满法加心法才是真正的道基。道基没有真假，只是有了圆满法，它才可能达到道基最原始的形态。一切道法在流传的过程不可避免被删减，其原因就如我之前跟你说的，一门功法只练1/3同理。学习成本高，铸道法完全不删改很难学会，是基本不可能学会。越是顶尖的成仙法越是如此。玉清道基1000年未有一人练成，这已经是阉割后的。修行开头都是学习前人，而铸道法就是直接学习一位登峰造极的绝世强者。不知多少人一生都未曾触及他们的1/10，又如何能触及成仙法？圆满法每一重都多了一个小境界，耗费的时间与精力更多，在实力方面有何变化？我本身便是玉清道基圆满，你觉得如何？定然不负道友期望。你先坐一下，我去给你倒杯水，你自己可小心一点。道友一路安好，将来若有需要的地方只管开口，在下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道友，一路顺风。你想要跟我走，但我不希望变成这样，因为道宗与赵家的约定，我必须离开。我若强行带你走，既会与道宗再次发生冲突，也会让你面临整个王朝的追杀，而我所寻求的仙缘，未来也必将被天下入世者冰封所指。人活一世，又岂能避免冲突？你还需要时间成长，并非说你无法胜过现阶段的天才，而是你这一走，需要面对的是全天下的真君。不如等我解决一切，你再来三清山寻我。如今的我没有把握将他们全打死，而你的未来会比他们更高。道友有难，无论天涯海角，顾某都会赶到。我信。那位高人的话我还没有说完。还有3句话：无名天地之始，有名万物之母，故常无欲，以观其妙；常有欲，以观其亏。此两者，同出而异名，同也之玄，玄之又玄，众妙之门。玉华在此，多谢道友，望道友大道不绝，万古长存。不知道友有何领悟？握住我的手，